我后面这个空屋就是我刚完成交屋的新家，小坪数最常见的川字型。接下来呢，我会做一系列超简单的装潢。太漂亮了！左右两边就各一间房间。挑战自己砌漆。地上的漆呢，就用抠的，里面都很像泥浆，你好像圣诞老公公。嗨，大家，我是奥波。江江工作室终于完工了，统整了上一次的家里装潢经验，加上我这一次川字型低预算的装潢计划，希望这一次的奥波装潢2.0大家会喜欢。如果你是自己统包，希望内容有帮助到你。如果你是找设计师，多了解一些，对沟通一定更有帮助。现在呢，小宅最常见的川字型格局，这个家扣掉阳台，室内大概16坪左右。就像我空屋 House Tour 说的一样，80万内我就要搞定。我觉得80万已经我极限了。所有的硬装和一些大型的家具，我预算希望控制在80万内完成。那就接着一起看下去，你们猜猜我最后有没有在预算内完工？上集呢，我们分享了冷气，这集就来跟大家分享第2个进场的工种，也是最重要的木工。木工呢，通常会和很多工种做衔接，所以我觉得木工师傅够细腻，可以省去之后很多麻烦。假设你施工的时候做错，浪费材料、浪费时间又浪费钱，而且呢还会影响其他工班的施工时间。所以我这次一样找了合作过、很有默契的木工师傅。第一个就是丈量，请师傅呢先到现场丈量。如果你有设计图，就依图讨论，然后核对一下现场的尺寸。设计师的图通常有分平面、立面或剖面。有图的好处就是有凭有据，而且呢，你更能掌控施工进度。如果不幸遇到了问题，也比较好去厘清责任。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同包，像我这次没有图，只靠一张嘴的话，我建议还是要找一些图当成 reference 去给师傅看，并且呢，把尺寸标记好，把双方的想象落差降到最低。我这次的小家想要做的很简单，即便是这样子，确认好所有的项目之后，师傅呢也有简单画图跟我做尺寸还有样式的确认。确认好这些，师傅就会给报价了。再来呢，就是预算设定。木工呢，就是我2次装潢花最多钱的工种，通常想做的都很多。那我的习惯就是我全部都会列给师傅，等到我拿到他的报价之后，我再依照我的预算做取舍。最后呢，等图跟报价确认之后，就不要再做调整了，避免在施工期间有太多的来回修改，这样子就不会有太多追加的费用。毕竟工程这种东西就是牵一发动全身，每个东西呢，我强烈建议最好都跟师傅做全面的沟通。我有请木工帮我在门框上面做一个那个轨道，用一个玻璃拉门之类的，所以这个要先请木工预留。木工的计费呢，通常有2种，第一种就是点工点料，师傅呢工钱跟料钱会分开报。第二种就是我2次都是请师傅帮我做统包，师傅丈量之后看过实际需要施作的规格，他就会全部列出你要做的项目的报价。再来，成为工地的第一步就是要贴保护板，因为我的工作室没有打算要改动格局，所以不需要打墙，我也没有要挖地板，这样子呢就不用拆除工程，所以呢请师傅直接做保护就可以进场。那拆除的部分通常都是以单位面积还有拆除材质的难易度当成计费标准。再来，保护板的功用就是保护那些不做装潢的部分，比如说像我家就是大门、窗框、地板、房间门、厨具、厕所那些设备等等的。一般呢保护的费用会看保护板材质而定，有养生贴白色很像珍珠板那种，或是木板，木板还有分薄的跟厚的这些都是需要和师傅事前先讨论好材质还有铺设的位置。住集合式住宅，除了你家的保护，公社也要保护。每一个社区对自己的保护有不同的需求和要求，有些呢很简单，有些要求就很多咯，简直像是要帮你的公社再订一个轻隔间那种。像电梯还有停车格也会有不同的保护要求，这些全部都会影响到木工保护板的报价。而且最后装潢结束，你还要请师傅来把这些保护板拆走，还会有一笔垃圾清运的费用反正拆装都是钱。
保护完成，材料进场，准备开工之后，师傅就会叫料进来。木板啊那些材料，师傅呢都会放到室内，避免淋雨潮湿造成木板有损坏或是其他的问题。我也有问过师傅，板材是否有符合甲醛等安全的规范。师傅说，一般他们都是用符合规定的板子。如果你过度的去要求板材零甲醛，未来有可能会有虫害风险。所以呢，就用符合安全标准的就 OK。一般像我在施工之后，我也会把通风度确实搭配空气清净机全天的大放送，这样子一阵子之后才会入住。而且我觉得在材料的使用上有很多眉角，这部分建议在装潢之前就和师傅确认好，对你自己也比较有保障。有时候便宜的东西你就不知道它到底便宜在哪里。再来第一个讲的是天花板，因为要先和水电还有冷气做管线的包覆隐藏，所以呢木工是从天花板开始做。我自己也统整出了天花板施工的5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包梁，还有天花板的设计和长管线。一般来说，天花板都有梁，以安全为最大的考量。梁呢，就是不能钻孔或是不能打掉。所以说，它除了讨论天花板的高度以外，还要讨论怎么修饰梁，进而就会影响天花板的样式设计。最近啊，很流行做弧形的设计，师傅也有问我要不要这样做。后来想想，小空间嘛，跟我家一样，我平定就好，空间感放大，我自己觉得比较耐看，而且这样的施工比较不复杂，速度快，重点是费用当然便宜不少。川字形的格局，应该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遇到客厅的双边都要做包管的状况。一字形的厨房啊，上面就有很多的管线，这种通常建商在交屋给你的时候不会包覆，而且呢，厨房又紧邻着客厅，厨房的对面那一侧通常会有管线要包，这样子管线全部外露，客餐厅又粘在一起，包管就会影响整个天花板的设计。木工说啊，像我厨具上方这个管，建商就做得太突出了，不改管的前提下，它只能尽量贴着那个管做包覆。但是因为我川字形嘛，餐厅和客厅就相连，这样子客厅跟餐厅的视觉宽度要维持一致的话，整个宽度就势必要一起缩短，那这样视觉就会看起来很窄不开阔。所以讨论之下就决定用冰箱的隔间把客餐厅做一个区隔。这样子做，即便我的厨房是贴着管线包覆，我客厅的面宽还是可以尽量做宽，用冰箱做一个断点。一入门的视觉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拥挤，不然师傅原本跟我说川字形啊那种双边要包管的，如果你两边都往内包，缩得太小，入门看起来很窄以外，还会有点像棺材，房子呢会看起来更小。天花板的第二点就是消防，还有各种的维修孔。像我家是超高楼层，就会有消防洒水孔，还有像我吊饮式冷气啊，要预留维修孔，还有一些厨房啊或是厕所啊那种要关水的孔。还有冷气出风口的位置等等，这些呢都会和日后的安全还有维护息息相关。有看上一集就知道，我家冷气吊饮式的嘛，这个小宅我也是做吊饮式的冷气，维修孔我就请木工开全尺寸，方便未来的维修还有清洗。第三个就是窗帘盒，我觉得窗帘很重要，在装潢之前先想好样式，你就可以预留出窗帘盒的深度，不用留的太多，减少一些空间上的浪费。那除了遮光以外，窗帘还可以有一些遮蔽隐私的效果，尤其现在动距都很近。总之最后考量美观跟功能性，我选的是风琴帘。还有厨房那边我用直立茶椅。小坪数呢，川字形的格局，我本来是有想过厨房边我就不要做了，但后来建商的公务跟我说，这个附的 SPC 地板不耐晒，很容易变形，而且啊，隔音法规之后，很多建商附的都是 SPC。后来想想，还是要有窗帘比较好。有做窗帘盒，天花板和窗帘盒就会整个粘在一起，空间是一个整体，像没有切割一样。我觉得这个感觉比较和谐。窗帘盒的功用就是除了把窗帘轨道遮住，视觉看起来比较舒服以外，它也可以藏一些像是冷气管线之类的。第四点，要先预留铝拉门的轨道，或是一些挂画轨道。像我家就有做铝拉门啊，那种玻璃拉门，就有请木工先买好轨道。但这次的川字形小屋就没有做这个，不过有一些我想要挂画的地方，我就有先请木工做加强。第
第5个就是灯具和插座。我这次呢，大部分都选用一般的砍灯，所以就需要在天花板对应的位置挖孔。除了要避开木工已经架好的骨架，像我弄吊顶式冷气，也要避开主机还有管线。除了主要照明以外，我家和工作室也都有做间接，因为间接除了可以营造气氛，还可以有修饰梁的效果。这样子呢，就要请木工另外做灯槽啊、线槽等等。基本上灯和插座都需要水电和木工同时去做配合。所以我水电师傅的部分也是请木工去找他有默契的水电师做，这样子比较不容易出错。架好天花板的骨架就很有空间感，也大概就知道未来天花板的高度了。木工进场的同时，也很建议找水电一起进来沟通。主要就是确认灯还有出线孔，跟未来会新增一些插座位置等等。灯的部分，我同时和水电师傅确认插座、灯的位置、形式、数量还有色温。我家的间接都是用黄光，但是工作室除了照涂料墙是用黄光以外，我全部都用自然光。我习惯先预想好家具要摆设位置，这样现场和师傅沟通会比较有空间感，而且讨论也比较快。亮度部分呢，师傅会依照你放家具的需求，他给你一些建议。通常像这种书桌上就尽量明亮一点，建议沙发上面不要直接照明，看电视比较不会刺眼。一般的间接呢，都是用 T5 的灯管，方便维修和更换。但是我这次沙发上面用的是灯带，因为这也就是上面原本是一堆管线，那川字型很多管线好像都是从客厅这样走。那时候木工就有跟我说，要不要做弧形，不然你这样包起来会很大一只。可是弧形就费用很高嘛，所以我没有做弧形，就想说用间接光去修饰，但是要做间接要做线槽。那我线槽又不想太深的状况，木工就说，那你不要用 T5 灯管了，改用那种比较细的灯带，这样子呢既有修饰的效果，线槽部分也不会做得太突出，让客厅整个的宽度看起来还是很宽阔。砍灯呢是我用最多的，除了避开木工的骨架，我就尽量等距排列，看起来比较舒服。但是我这次忘记跟水电师傅说，烟雾感测器要改位置，所以他弄得跟灯超近，有一点不好看。再来就是工作室，有一些没做天花板的部分，像是这个位置，我就用了轨道灯，线都可以藏在轨道里，不用请木工另外包，只要请水电先接好轨道就好。我的主卧啊，因为管线不多，也省下了做天花板的费用。选的是可以调色的吸顶灯，不用挖孔，直接装。这次水电也没有改回路，新增插座都用原本键上预留的线，几乎也都是从天花板出现，所以木工封顶就全部包覆起来了。没有打墙的状况下，木工和水电的费用都节省不少。但是我有一点小后悔，我厨房应该要新增一个220伏的插座，因为现在有些洗碗机啊，或是啊那种顺热饮水机，建议都是要220，出水量比较不会太悲剧。再来就是插座的部分，因为建商原本设定好这个位置就是电视墙，所以它底下就有预留地插，所以我电视墙所有的插座和线都是从地插直接接上来，全部就藏在木工帮我搭的电视墙里面。再来木工还有一个大重点，就是柜子不管大小坪数，我觉得家里最重要就是收纳。设计空间如果很美但没有收纳，就会很像样品屋，好看不好用。通常我在住的家一定会有很多生活备品，如果没有收好就会很杂很乱，住久了就会很可怕。我觉得房子毕竟是要来住的，我个人是没有要把它拿去参加比赛，所以啊，不管是我家或是现在的工作室，使用需求都是我最重视的。所以啊，我在装潢前习惯先列出所有会需要收纳的东西，列得越细越好哦。我会整理成表格，安排好它们之后要放位置。这样子做，除了可以确认你实际需要的柜子数量，还可以知道柜子需要的尺寸或样式。我家是以眼不见为前提的状况去规划柜子，大部分都是做有门片的柜子，因为这样子里面的东西看不到，也比较不会积灰尘。但是啊，柜子真的不便宜。其实我询价过系统柜和木工，价差真的没有太多。我本来也想说自己去 IKEA 买柜子，结果后来量完啊估价 ，IKEA 里面我喜欢的柜子要做的那个配置含安装费，和我给木工做的差不多所以这次的工作室我不想要做太多的柜子，决定直接隔出一间储藏室，里面呢就买简单的层架自己做分类收纳，像一些大行李箱啊，冬天不会用的电风扇、水桶啊，或是家里一定要修东西的5步梯，全部都可以放进去。而且储藏室有插座，吸尘器放进去的时候还可以同时充电。
这样子请木工做隔间的费用，其实比去做一大堆柜子费用降低不少。以我来说，做储藏室在未来空间的运用比较弹性。除此之外，我只做了一组对称的玄关柜，让客厅跟大门之间有一点距离。还有，我做了一个只有框的主卧衣柜和衣柜上方的高柜，木工做的柜子可以顶到天花板，更有一体性。至于为什么我的衣柜只有做框，因为我实际有用过，加上我家的装潢经验嘛，这样做最弹性又最便宜。因为木工或是系统柜去做抽屉，都会有板材、五金滑柜，通常这些就是越多越贵。而且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活动式的抽屉，我觉得买活动的使用上也更灵活。高柜的部分，主要我是想要让衣柜跟我的天花板一体性更高，除此之外也能增加我一些收纳空间。有经验的木工会根据现场的空间做柜体载重的判断，像衣柜这种需要承重性高的，都需要另外做加强。其实我本来是想要做步入式的那种对开门衣柜，因为我不想要有底座，少偷机器人他就可以进去打扫。但是师傅跟我说，考量结构和费用，他比较不建议我这样做。这个就可以看到你想象跟实际的执行多少都会有点落差，事前的讨论就很重要。木工在做柜子的时候，偶尔会发现墙面不直的状况，毕竟房子人盖的，多少有点误差。但是我觉得这点也是木工比系统柜更细致的地方。板材在裁切的时候，就能依照现场的状况及时调整。系统柜的部分丈量好尺寸，工厂做好就直接来你家装。所以像遇到这种不直的状况，现场就会要用补板的方式，会有一些修补痕迹，或是有一些小缝不密合，就会打上矽利康。以美观性来说，这点和木工还是有些差别。柜体衔接处的结合和收边，柜门打开的方向、门片大小还有距离，这些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像我的沙发就不能买太长，不然呢玄关柜打开就会碰到。我个人是偏好衣柜做对开门，因为滑门用久了，以前有经验，会变形或是轨道容易积灰尘，所以以这个房间的尺寸，衣柜要做对开，就要算好走道和门片的宽度。小宅嘛，已经放了床，走道就已经变很小，所以门片我请师傅特别做小的，这个一片大概就30几公分。再来讲到省钱的部分，2次的经验我觉得厉害的木工真的可以帮你省时间又省钱，因为如何利用省料的方式去施作，这点就和你荷包很有关系。像是师傅在施作柜体，通常他们都是用固定尺寸的板材，所以在做柜子的时候不建议超过板材的尺寸，超出就要定做，而且很容易因为需要过多的裁切，造成很多剩料。厉害的师傅就是很会控制剩料，他还会利用剩料，也不会裁错板材，造成浪费。有良心又有经验的师傅，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帮你省下不少钱，所以木工师傅真的也要慎选，有什么不用慎选。讲到省钱，跟大家分享一个聪明消费的平台——日本最大网购市集Mercari。大家在装潢的时候，应该都跟我一样，口袋大破洞。像我这样统包大概装潢期间2到3个月，超级忙，没有空又没有钱出国。装潢结束紧接着就是要进家具，选一些软装还有配件，展现自己的居家品味。这样。这个任天堂 AI 闹钟，这个就是我在 Mercari 上面找到的摆件。它里面有很多种角色，像是马里奥健身环大冒险，或是萨尔达等等的，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模式，就可以在喜欢的游戏声中醒来。这个是 AI 互动的闹钟，所以它不只会发出闹钟的声音，启用之前先完成设定，就会侦测你躺下、翻身，发出不同的声音。随着你起床的动作改变，它会有不同的反应。赖床的时候会发出很激烈的声音把你吵醒，赖床越久它就越大声。起床之后呢，你也不用自己把它按掉，它会自己侦测你下床之后，给你一个鼓励的音效。请选择技能。甚至还可以在你睡前设定助眠音。它还会记录你起床身体活动的记录，真的是太聪明又太可爱了。它刚出的时候呢，台湾大缺货，现货都被炒得很高，要加很多钱才能买到。我有在想请我日本朋友帮我买，但他也跟我说缺货很难买，而且等到他回台湾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可是我竟然在Mercari上面找到了，而且呢，它几乎是原价哦。收到的时候呢，状态很好。
就是新品，我当然马上 po IG 炫耀。那我们就来看看怎么买吧。打开网页搜寻的时候呢，会出现很多卖家，毕竟啊，这是一个 C2C 的平台，商品是日本本地卖家上架。我自己呢是推荐尽量选有实名制认证、交易数量多、评价好的卖家。梅卢卡里上面显示的是官方日翻中的结果，购买之前记得要确认商品名称、图片还有描述是否相符哦。现在啊，日本机票爆贵，想买限量版的日系居家摆件，或是一些 3COINS 的收纳小物，不论新品或是二手，都可以到梅卢卡里上面挖宝。动漫周边、居家用品、包包、3C 用品，还有运动用品等等，想不到挖得到。日本直接发货到台湾，还可以到超商取货。如果你也想要买这个任天堂的 AI 闹钟，或是一些 3COINS 的居家小物，现在搜寻梅卢卡里台湾，马上开始挖宝吧。那我们就接着看木工做的柜子，也是细节满满。再来跟大家分享柜子的细节。柜子呢，我比较重视的部分有开门的方式、五金铰链、抽屉或层板，还有贴皮。开门的方式，我通常希望简约，不要有太多颜色，比较耐看。除了铰链以外呢，我就不想要用太多五金，所以呢，我的把手就结合门片，所有的柜子都是做那种按曲手、削斜角的方式。实际开门我觉得蛮好用的。再来就是五金和铰链，铰链的部分呢，可以依照你的预算做价钱的挑选。不同产地的价差很大，颜色、品牌啊、内开、双开，需不需要缓冲，或是你的开门角度要特殊等等。现在的铰链真的超级多，常常在 IG 就会被推播。我曾经问过木工，如果呢我要用那种巴士门的开法，他一听到直接打枪，太贵了，小宅不适合，有点不经济实惠。我家和现在的工作室都有做玄关柜，里面呢都有设计无衣区，像这个挂外套的伸缩杆，我也是请木工师傅一起装。我觉得这种前拉式的方式拿取很方便，像如果有一些柜子的深度不够，横挂衣服可以做这种前拉式的，就推荐给大家。再来是抽屉和层板，层板呢比抽屉便宜，大部分木工都是做活动的，可以在完工之后自己调整高度，这样运用比较灵活。像我的鞋柜也是全部做层板，每个层板的距离就以柜体做等分。抽屉的五金滑轨都不便宜，但是你找木工做，变化就可以很多。比如说像我家的衣柜就有留透气缝，或是你的鞋柜也可以做那种换气的。电商原本是有规划一个鞋柜，因为它上面有做那个换气的管线。不过呢，我这次想省点钱，所以呢，我没有请木工做这些，我连餐柜我都想要买现成的。市面上现在有很多柜内收纳小物，入住之后我就会依照我的生活习惯和收纳需求进行购买，这样子比较弹性，也比较经济实惠。再来就是贴皮，我家所有的柜子都是实木贴皮，我觉得质感很好，用湿抹布去擦也很好清洁，很好照顾。但是我4年后要装潢我这间工作室，我整个被实木贴皮的价钱吓到了，也涨太多了吧？木工就跟我说，现在的塑胶贴皮造型和颜色选择更多，而且呢也比较便宜，有那种仿皮的啊、仿涂料的啊、亮粉的啊等等，甚至还找得到有点像镀钛。我后来决定选白色，白色也有非常多种纹路，它的清洁呢也是用湿抹布擦拭就好，所以最后因为预算，我这次就选了塑胶贴皮。但师傅说我选白色很考验他们的功力了，因为白色接缝处就很容易露馅。还好贴完之后，我觉得他们功力真的很好，看不太出来。如果呢你想要再更省钱，柜子外面可以贴好看的贴皮，里面呢就可以选便宜的那种，花色比较不好看。装潢就是这样，好看的东西通常会比较贵，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就省一点。所以只有内的贴皮是在里面这边贴的，然后外面的那个柜子贴皮不是。经过上一次我家的装潢，我才知道原来师傅现场贴皮的部分只有那些边角处。选好贴皮之后，他们都会直接叫工厂的半成品，就是那种表面已经贴好皮了。所以呢，这样子油漆也不用另外上保护漆，也省去很多木工师傅贴皮的时间。贴皮真的很考验功力，要裁得精准，还要等胶干啊去压合固定。贴不好的话，很容易会有边角爆开或是波浪状。但是呢，像吊柜的下方这种看不到也摸不到的地方，有时候师傅省料就不会贴。以上是我木工上集的分享，内容太多了，一样有一些留到下一集。木工师傅施作的费用也会下一集再分享。希望上面整理的资料有帮助到你。一样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订阅、按赞或是分享给朋友，或是 follow 我的 IG， 装潢我都有放限动精选。那我们就下一集影片见喽，拜拜。